大家好，我是伊娃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很多中式甜汤都会使用到的原料酒酿，以及3款简单营养又美味的甜汤：红糖姜煮酒酿蛋、桂花酒酿圆子和牛奶醪糟。虽然看到网上各种成功案例，但我做酒酿失败经验可是非常丰富。失败的原因总结我会放在影片结尾，大家要看到最后哦。首先我们来煮糯米，圆糯米或长糯米都可以。干燥剂要记得取出来哦。把糯米用清水洗2到3次。加入1.2倍的水，比如我这次用600克的米，水就是720克。在煮饭的时候，我们来烧一锅开水。先倒出350克晾成凉水备用。把一会儿要用到的工具、饭勺、汤匙、筷子、大盆以及用来发酵酒酿的玻璃瓶，用剩下的开水杀菌消毒。糯米饭煮熟后，接着就来把米饭晾凉，手也要洗干净。用消毒过的饭勺把糯米饭盛到消毒过的大盆中，摊开晾凉。消毒很重要，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。如果赶时间，可以用风扇对着饭吹，加快降温速度。如果你买到的是酒曲球的话，趁现在我们可以把酒曲处理一下，把酒曲球砸碎，压成粉末。操作的时候底下垫一块砧板或毛巾，可以保护桌面。一个酒曲的重量在7克左右，我的电子秤无法衡量1克的重量，我就用了1/4茶匙的量勺，平平的3勺的量，把刚刚的凉白开分为2份，一份混入酒曲，这样比较容易与糯米拌匀，另一份先拌入米饭，让米饭温度进一步降低到30度以下。在米饭晾到触手微温时，就可以加入酒曲水拌开了。将拌匀的米饭盛入消毒过的玻璃瓶中，大约2/3满。压实后，可以用筷子在当中捣出一个洞，以便观察出酒情况。最后将盖子拧紧，放在环境温度在25到30度的地方开始发酵。家里有暖气的话，可以像我这样放在热水管附近，但不要离得太近。过了1天，糯米还看不到什么变化。到了36个小时，可以看到这瓶已经开始冒小泡出酒。发酵48小时，糯米开始上浮了。当当，这就完成啦！这应该算是我成功做出为数不多的酒酿了。没有长毛，没有发酸，也没有酒味太重。我们来尝一尝，一定要有干净的勺哦。很甜，基本没有酒味。如果想要酒味重一些的，可以再发酵12到24小时。我的目标是甜酒酿，这样就可以进冰箱啦。有了酒酿，我们来做甜汤。第1款甜汤：红糖姜煮酒酿蛋。生姜去皮切片，在冷水中煮开，加入红糖、酒酿、鸡蛋。第2款桂花酒酿圆子，先将小圆子或者带馅的汤圆煮熟后捞出，另外煮开水，加入糖桂花、酒酿，最后放入圆子，用年糕也不错。第3款牛奶醪糟，将牛奶加小苏打一起小火开煮，这样牛奶中的蛋白质不会在加入酒酿后凝固。根据个人喜好，加入红枣、果干、果仁、酒酿，最后打个蛋花。
这款复刻西安小吃和原版差别不大吧？以下是我经历多次失败得出的经验：容器用具要用开水灭菌消毒，糯米和酒曲的比例在200:1，夏天可以少一点，冬天多一点。发酵适合的温度在25到30度之间。如果和我一样是用玻璃瓶的话，外壁摸上去是有点温温的。如果酒曲过多，发酵温度太高的话，就会像这样。大家完全可以直接用电饭煲来发酵，但像我这样经验不够的，我推荐使用玻璃瓶，方便实时观察进展。大家也请试着在家里做做看，可以在留言栏交流心得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学习成果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中再见喽。